说商代人干嘛把我们可爱的小狗狗进行殉葬呢？哎，我们给大家在这儿增加一个小小的知识。如果大家呢，您特别的对我们的这个商周的历史文化比较感兴趣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讲到商的墓葬和周的墓葬怎么分，有一个小窍门，你就看它这个墓葬给我们恢复出来的模型里边，棺材的下方有没有什么腰坑？有腰坑，那都是我们的商居多的，周相对来讲很少用腰坑，而腰坑里边就要干嘛？就要训只小狗。哎，我们讲认为狗狗可以保护墓主人，然后呢，同时也认为那个腰坑是什么？黄泉的入口，狗狗可以陪我们走最后一程。所以说，我们中国古代时期，我们尤其商代时期会有这样的训狗，然后有腰坑制度所在。那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在当时我们的郑州商城的祭祀场里边会有这么多的训狗。然后其次来讲，我们讲占卜，我们说商人无事不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占卜都是同时进行的。他们什么事都要卜。然后我们在晚殷商时代，我们就发现到非常多的什么甲骨，它上面承载的字体就是甲骨文，也是咱们中国的我们汉字的前身。然后呢，世界4大这个古文字唯一沿用到今天使用到的。那好，那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早商郑州有没有甲骨文？有没有甲骨？他们的占卜和晚商有什么区别？那我们大家呢，咱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就是我们在制作甲骨的一个流程。对，那我首先呢，我先给大家要先明晰一下，我们郑州商城出土的甲骨里边，除了有乌龟腹甲之外，我们主要更多的是牛类的肩胛骨居多。那我们会选择这个牛类的肩胛骨，然后给它脱脂，先处理过之后呢，咱们的负责占卜的这个巫师就是真人，他会在这个骨头上面，我们像第二块，我们先做出来什么标记做好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什么钻凿了。哎，我们如果大家去了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我会给您看这样的一块甲骨，这个甲骨特别能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您现在看这个甲骨的这个正中间下方，有没有看到这边有这个凹痕？对吗？这个凹痕是不是左边是一个像枣核一样的竖的？是的。然后右边是一个圆形的，对吗？在晚上我们制作甲骨有一个非常成熟而完善的流程了，制度已经诞生。那么当时他们要做2种这个刻槽，第一个就是我们枣核形的，叫做什么？叫做凿。哎，像拿一个尖锐的这个刻刀再进行凿出来的。第二个是那个圆的，叫做钻。哎，那好，然后这个做好之后呢，我们再进行去灼烧的。可是大家来看一下我们郑州商城，我们请石向老师来看一下这块甲骨，我们做一个对比，你看一下这块甲骨上面它有没有那个枣核的这个凿？没有，对不对？它是不是只有圆孔的钻？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早商时代，我们的甲骨在制作的过程之内，我们是只钻不凿，很少看到这个凿的。然后我们说这是它第一个不同点。第二个呢，我们再接着来看，我们钻好了之后，我们进行灼烧。灼烧完了之后呢，我们根据它这个灼烧的裂纹，也就是照纹，然后来判断它今天占卜的事情的结论是什么。然后呢，要书写在我们的第4块的甲骨上。你看我们是不是要先书写出来？好，先写出来之后，到的第5块我们干嘛呢？我们再进行要再进行刻辞。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我们晚商时代的甲骨都是有刻辞的，但是我们早商时代的甲骨是很少看到刻辞的。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遗憾的地方。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刻辞，它就会向我们展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讲到我们会获得更多早商的一些相关的文献。那我们知道了这样来制作的甲骨之后呢，我们说呢，咱们稍后我会带大家呢来看一个我们郑州商城出土最为重要的一块甲骨的复制品了。哎，那好，我们这个地方会看一下，我们今天说到卜，什么叫卜呢？我们挖出来的这个钻和凿，这个凹槽，我们加热之后，它会裂出来一竖一横这样的裂纹，这个裂纹就是照纹。它灼烧的时候，它会发出咕咕的声音，所以您就知道我们占卜的卜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读这个音了吧？这就由此而来的。好，那我们了解到了我们的占卜，那么下一个我们再了解一下我们的商代贵族的另外的一个身份的象征，就是我们的军事与征伐。军事这件事情，它军事力量它很重要，为什么？第一个对内进行统治，第二个对外进行征服，而且还可以控制我们更多的资源。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面前的这把钺，
哎，我们刚才在前面看到我们的商汤王，他手里拿的这个就是钺。我们这把钺啊，它呢价值是这样子的，它是仅次于我们的富好的钺的。那我们这把钺有多重呢？4.27公斤。哎，钺呢，它原型来自于石斧，哎，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后来它就变成了我们讲到的石钺、玉钺。然后再到后来出现了金属材料的这样的钺。那么这个钺的造型呢，我们会看一下它的上面的这个肩部是有2个小孔的方形孔，干嘛？穿绳给它系在我们的那个木柄上面。然后下一个呢，我们来看正中间的纹饰，这个纹饰是一张兽面纹。然后我们看一下2只脚卷上去，中轴对称，2只眼睛是什么？是我们今天写的大臣的臣。商代时期我们的兽面纹的眼睛大部分都是臣字目，然后呢中间镂空的地方是它的嘴巴，哎，仔细看嘴巴的2边有什么半环形的兽牙，对不对？2个牙齿，对，是的。然后最左边和右边你看到的是什么？2只小手。是不是2只小手这样子，对不对？很像，很可爱的一个小，这个我们今天看起来觉得很可爱啊。对。然后我们讲它整个造型，哎，对，很像 OK， 对 OK， 对，他点了个 OK。那我们讲说他在当时看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说他就好像一个趴伏在那儿的一个神兽的样子，对不对？可是兽面这个形象，它是起到了作用，什么？是威慑。它向我们展示了商代青铜器的审美、凝丽之美。用来进行威慑百姓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把钺。我们很多游客朋友把我们这把钺就称之为什么呢？我们商都遗址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哎，这个就是镇馆之宝。对，这是我们的一件镇馆之宝。然后呢，其次我们再来看商代时期、早商时代，我们这些贵族奢侈品是什么？是包包吗？是手表吗？那他们是什么呢？哎，我们通过这个地方来看，从最上面我往下看哈，最上面一排就是海贝。对，像贝壳是不是贝壳海贝？对，而且不是咱的河蚌，是海贝。然后呢，还有玉和什么？哎，两边玉和绿松石，对不对？对。正中间这个是玉柄形器啊，玉柄形器，我需要跟大家还是请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小伙伴们，然后大家呢，您觉得我们这个玉柄形器它是做什么用的？正中间这几个这个竖的，就您先拍这个，然后玉柄形器大家觉得是什么？是做项链的吗？哎，项链的。有没有知道的？我们直播间的同学们有没有知道的？可以打在公屏上。这个玉到底是做什么呢？这个玉柄形器，大家觉得它是做什么用的？对，琴，哎，有讲琴。哎呦，谢谢我们洋洋妈妈的一个夸赞啊！可以给我们，如果觉得我们白老师讲的好的话，可以给我们白杨老师多多点赞。今天也是我们白杨老师第一次来我们常识中国直播间，把我们的直播间也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来听我们的白杨老师的讲解，然后来了解我们的华夏文化。刮脸，哎，刮脸，老 Q 说是刮脸。哎呀，这个也有可能，为啥呢？它上面可能比如说插了一个别的什么这个木质的或者什么的，有没有可能用到？也有可能。然后我看有很多老师在讲，它可能用来祭祀的。首先跟大家做一个确定，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专家老师讲的，它可能就是作为祭祀的，认为它是礼玉。那么我们目前认为，第一个是礼玉，第二个是什么？我们的玉牌位。就是类似于咱们今天看到祖宗牌位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它可能是我们的一种礼器的底部，哎，那我们讲的说呢，都会有我们老是讲说挂在衣服上的这个带钩，但是呢，现在这个挂在衣服上带钩，它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它没有一个钩子，它只是我们看底部这个地方可能平的，对，是平的，所以这个来讲我们没有办法最终来确定是不是在衣服上，但是我们认为它最重要的作用是礼玉。那么下面呢，我们会看到绿松石，对不对？那我们一定会有朋友有一句话，就是为啥没看到金子，对不对？那我们现在都特喜欢黄金，对，那他们就说不喜欢黄金嘛？咱先明确哈，黄金是从欧亚大陆传过来的。它最早不是咱们中国人的喜欢，我们中国人喜欢的金色是青铜器的金色，然后呢，或者是绿松石的这种翠绿色。但是我们请咱们的摄像老师来看一下我手里边的这个平板儿，我们大家呢现在看到的呢是我们在郑州商城书院街遗址，我们找到了墓葬里边 M2 里边出土的金覆面，然后还有我们把金和绿松石融合做出来的什么牌饰。
哎，我首先先看这个金封面，我想请咱们我们在现场的老师们，您觉得它像什么一个形状？老师，您觉得像啥？这个像那个龟吗？像龟，像不像咱吃的扇贝？扇贝也像，对不对？是不是像扇贝？那我们讲，壳子对对，我们讲说，我们目前在咱们的这个中国目前文化遗址之内发现有铜覆面，还有贝壳覆面。那么我们讲的说呢，它可能就是从我们的海贝这样的覆面文化衍生出来的啊。但是我们却发现它用到了材质是什么？是黄金。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在早商时期，我们的郑州人已经开始在进行加工我们的黄金制品，并且用于我们的贵族生活。所以我们这一件金覆面就是我们首次识别出来早商墓葬之中用于丧葬礼仪的扇贝型的覆面器。那我们2023年，也就是我们的2023年的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我们的书院街也就要凭我们这些来荣获我们的考古新发现的哈。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牌饰，我相信看到这个牌饰，您第一个反应就是咱们在二里头，对不对？二里头有一个绿松石的这个兽面的铜牌饰，但是我们在早商居然发现什么？我们把黄金和绿松石融合在一起，这是咱们首次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那这样的一个兽面加上铜牌饰，大家现在想一下，我们今天去到四川看三星堆，对，哎，他们有没有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延续和关联呢？有，对，所以说我们讲说，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跟大家再增加一个小小的，这我今天的图没有用到，就是我们2025年的考古新发现，我们郑州商城发现了什么？是我们讲到的，我们的有一个绿松石的镶嵌器。所以这个又变了，我们从这样看到的不同的地方，而且这个镶嵌器也是在我们内城发现的高等级墓葬，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我们的奢侈品。那奢侈品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我们的奢侈品吗？我想问一下大家，咱们中国的英语名字 China， 然后它翻译出来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对，瓷器。大写叫中国，小写是瓷器。对，小写是瓷器。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来了，我们瓷器最早是什么时候的？来吧，我们来揭秘一下我们被网友票选出来的我们商博的镇馆之宝，我们的原始瓷尊。哎，大家如果在河南博苑您也会看到，但是原始瓷尊在哪儿发现的？是在我们的郑州商城。那好，那什么叫原始瓷尊呢？我们首先先明确一下瓷它的定义。安金怀老师对于我们的这个瓷器呢，它的这个定义呢，给出来这样几条规则。第一个，我们的胎要用高岭土制作，这样的，哎，对我们老师讲，第二个要有釉，第三个烧制，对，我们的烧造温度要达到1200度，然后呢，对，高温的，对，然后我们讲的说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敲它的时候，叩击要有金石之声，这个4个条件都满足，你才能够叫做什么瓷器。那么我们面前的这个原始瓷尊来讲的话呢，它其实来讲就具备了我们现在所说到的这4个条件，那我们就被称它叫做原始瓷。那为什么大家说你们加了2个字原始呢？因为当时的工艺还有胎体都相对比较粗糙，所以来讲的话呢，我们只能够说它是具有瓷器的原始性，所以我们给它定了个名字叫什么？原始瓷。哎，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上面，我们其实从侧面会看到光线打在上面，已经看到我们的釉所反射出来的这种的青绿色，对不对？对。所以我们讲它叫原始瓷器或者叫原始青瓷。哎，那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这件原始瓷尊，它把咱们中国的制瓷业提升了1000多年的历史。哎，那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制瓷业，然后我们打下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基础。那我们现在过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掌握在贵族和王室手里边的书写与知识的能力。我们今天都会觉得，咱其实每个人都会写字儿，对不对？对。但是当时来讲，大部分的人是不会写字的，而在我们的这个文字是在谁手里掌握的？就是这些贵族手里。那好，那我们在商代时期，我们的文字主要有早商时代，我们的文字主要有3种这种承载体。第一个呢，就是刻于青铜器，铸造在青铜器上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牛肋骨上的；
然后呢，第3个呢，就是我们刻在我们的陶器上面，或者是书写在陶器上的。那我们现在首先来讲，我们先看一下我手里边的这个图片。如果您去河南博物院会看到这一件器物呢，我们这个上面是有一个符号的。这个符号呢，我们讲的说呢，我们今天对它的视读，它可能是一个像龟一样的这样的，我们认为它是什么族徽。对，那我们就认为它可能最早的就是我们的经文的这一个展现。那么其次呢，我们就近先来看，您现在看到的我们面前的这个大口尊上，我们请直播间的小伙伴通过我们摄像老师的这个镜头，您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大口尊上面有一个什么符号？有一个十字，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在公屏上，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一个什么？对，看有一个什么样的符号？哎，我们有来十字，对，我们刘老师看到的是一个十字。对，我们这是一个十字。我们讲的说呢，在当时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其中的这个刻画符号都是刻画在什么样陶器上。在我们的陶器制作完成之后，我们会用这种尖锐的这种工具，在这个器物的肩部或者口沿部分来刻一些字。但是这个刻字，我们目前认为它可能代表的是数字，然后它与当时祭祀它可能摆的这个顺序有关系。然后呢，我们这是一个十字，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像一个很好奇的小学生一样，我们来找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符号。它很像一个叶子，像个叶子。对，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月上面是不是那个眼睛？像不像？像。哎，我们这是一个木字，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来考一下我们大家的想象力。我们看一下这件陶片上面大家看到的，这是一个什么？缺口的。我们大家看缺口这个地方，这个很像小鸟。哎，对，小鸟。那我们讲的说呢，这个是咱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刻画符号了。那跟刻画符号还有一个相关，是我们在陶器上要书写什么？我们的注书文字。然后呢，我们请大家呢来看一下我的这个平板上面，我们会看到这个就是在陶器上面的注书文字，我们用这个朱砂书写。那么朱砂书写这个文字来讲，它的出土量是相对比较大的，它主要出土于我们郑州的小双桥遗址。它其实最大的一个作用，它和我们的陶文上这个陶器上的刻符一样，它弥补了我们今天甲骨文的不足，早上时代甲骨文不足。那它这个陶文，一方面是我们讲到的数字，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象形，可能就是族徽。那我们讲到说呢，这是我们看到的2种形式的，我们的刻画符号和我们的竹书文字。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来了，来我们看这个。很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复制品哈。那么我们讲的说呢，这是咱们所说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是咱们的这个1953年我们在郑州二里岗遗址，然后我们出土的一件牛肋骨的刻瓷。这个牛肋骨的刻瓷当时一出土之后，然后我们夏奈先生就拿着它去到北京，找了我们研究甲骨文的非常专业的我们的程问石先生。然后呢，2位老师呢给出来的结论是什么？我们的先生们说这个应该是夏代时期的。那么后来呢，我们的邹恒老师呢提出来说，我们的这块甲骨应该是早商的。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字儿特别重要，我们请咱们的老师摄像老师给到我们上面的这个展板的最右手边最长一列字的第1个字，大家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一个飞翔的小鸟？对不对？很像一个小鸟的样子，像小凤凰，对不对？那么这个字是什么字呢？我们今天对它的2003年，我们之后的专家学者对它的试读，它就是帛字。就我们今天是我们这个帛吗？对，就是我们这个帛。然后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到我的平板上这个字，就是这个帛。就是这个帛，由这个帛演变为我们今天写的亳都的亳，也就是安徽亳州这个亳字。那如果大家说，我们对这个符号很感兴趣，那也是推荐大家逛完我们的商都遗址博物院，去我们对面的亳都新巷。对，您去逛逛，喝个咖啡，然后吃点东西的时候，您留意一下我们亳都新巷的这个房檐下方墙壁这上面就有我们这个帛的符号。那我们讲的说呢，正是因为这一件甲骨刻瓷的试读，我们目前来讲为我们郑州作为亳都提供了我们的文字实证。所以说我们今天
对于我们郑州，不管是熬都还是博都，我们目前来讲，我们更多的专家学者通过我们的都城、宫殿这样的一个大型的都城建筑，再加上我们出土的这样的非常直接的这种文字刻词，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呢定下来的，我们很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我们郑州是什么？是博都。哎，这是博都。那我们通过我们一系列的文字，从我们的客服到竹书，再到我们看到的这个牛肋骨刻词，我们会发现早上时期不是没有文字，是的，对，还是有文字，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释读出来。也就像我们解释了一件事情，就是咱们今天讲到的，我们的殷商王朝时代成熟的甲骨文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的，它是从我们早商时期这些文字慢慢演变，最后形成了一个完善而成熟的文字系统。对，那了解了贵族生活，来看看我们的平民生活。对，我们也看看商代的牛马。对，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可以多多点点赞啊！我现在看是5.8万赞，如果喜欢我们白岩老师的话，争取把我们的赞今天给白岩老师点到10万，好不好？来，我们大家呢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城市的平民生活。哎，我们会发现这些城市平民呢，他呢在整个商代都城里边，他做什么呢？咱们今天讲到的耕地呀、捕鱼呀、狩猎呀，他们的这些劳动，它可以为我们商代的都城呢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我们夯实了经济基础。是的。那好，有没有好奇一件事儿？我们商代的平民吃啥？哎，来，咱们这儿来看，我们请沈阳老师往前面来。来，咱们这个地方来看，哎，来，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呢，这个呢是咱们讲到说我们在甲骨文之中会看到几个字儿，你看禾、麦，还有树，还有年。这里边来讲的话呢，禾呢就是咱们今天讲到小米，然后呢麦呢就是咱们正常讲到的小麦了，树呢则是黄米。那就像我们揭示了，我们的商代的平民吃的主要是什么？粮食类的，麦、小米、黄米。那大家说肉呢？我们轮不上吃肉，肉贵族食用。哎，我们平民百姓还都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粮食类居多哈。那面前的这个玻璃器皿里，向我们展示出来的就是我们的一些种子的一些化石了。哎，那了解了这个之后，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既然我们今天讲到甲骨文中农作物是这样子，那我们如何烹饪它们呢？来，咱们大家这儿来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我们如何商代的平民或商代时期人们在进行烹饪的时候，他们使用到的这个器物。那首先来讲，你面前看到的就是栗了。这个栗呢，就是我们把小米啊，或者是黄米啊，还有麦啊，搁到里边煮一煮，然后呢是一个烹饪器，哎。煮熟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食用了。就像我们现在用的锅，对，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锅。那我们这个栗啊，其实在考古文化里面很重要，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咱们中国古文化的活化石。为什么？它栗的发展从口言到腹，然后再到足，它每一个时代都会不同的变化。所以我们其实在考古学界可以通过我们的栗来判断我们的这个文化层。然后呢，咱们看到栗之后，我们请沈阳老师往左手边。然后先来看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呢？甑。我相信咱们经常逛博物馆的朋友就知道什么是甑呢？咱们今天所说到的蒸笼、蒸屉，哎，栗和甑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右手边的这个眼，咱的蒸锅出来了。哎，但是呢，我们讲说这个蒸锅的上面还得放个啥？咱今天对我们的篦子，对，所以你左手边看到在这里，对，这个就是篦子，陶篦，对，陶篦，我们把陶篦放在我们的眼里，我们就可以蒸煮食物了。哎，蒸熟了之后，咱得找个盛的，对吗？好，我们看到的簋，盛食器，我们把那个小米饭蒸熟了，好放在里边。那吃的时候咱不能徒手抓呀。您看一下，有勺子，里边有勺子。我们的先人真的很有智慧啊，那时候都已经有勺子。那我们的勺子来讲的话呢，就是咱们所说的用牛骨所做出来的我们的这个骨，它的专用名词叫骨篦，匕首的匕，骨篦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勺子。哎，那好，那我们不能干吃米饭吧，咱得就点咸菜，就点酱吧，对不对？那好，来我们的豆来了，这是盛菜的。对，您今天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盛一些酱料啊、咸菜啊、这些的豆。然后呢，我们如果咱们在听我们的河南博物院老师讲解的时候，您会看到我们的豆是那种龙山时代是不是细细的组，就细细的那个饼。是的。那我们
这早商时代，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这个对比较粗，而且它是一个浅腹的，对吗？所以这是我们二里岗文化里边非常特有的这种的豆的造型。那好，我们这个粮食富裕了，咱能不能酿个酒？可以吧？对，好，我们刚才讲要微醺，对不对？那好，酿酒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大口樽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可以进行盛酒。但是这个地方咱发现一个事儿，所有的樽它可不能自己站在那儿，所以我们今天对我们的樽，我们认为它的使用的时候，可能要地上挖一个坑，把樽插在里边，或者是找一个底座给它盛着。那这是咱们看到的樽。那下面我们郑州商城有一件出土的这种集水器。很有意思，来，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我们面前看到这个叫捏口罐，捏口罐，哎，那我们大家会发现它就是集水器。那我想请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您觉得，这个捏口罐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对，它用来做什么？然后我刚才讲是集水器，那这个捏这个口用来干啥的？它准确定位吗？倒了不散吗？哎，我们老师觉得像咱们今天那个器物都会做一个鹰嘴儿，然后可以导流，对不对？那还有没有别的呢？但是导流的那个应该是嘴儿往外，对不对？但它这个嘴儿是朝内的，这是做什么用的呢？咱先讲一下啊，它是在半成品，它已经做好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拿手这样捏一下。有人说是烧水器，对。然后绳子洗手，哎，对，我们有讲说绳子的，对，我们的这个韦老师，这个是薇安的老师讲的是对的，是我们便于提起。我们呢把这个绳子进行缠绕在口沿部位，然后可以便于拎提。所以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真的是在做很有智慧。第一个很有智慧，第二个什么方便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方便的。对，那好，了解了它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商代的平民他们的房子长什么样子。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模型。那么当时呢，他们的生活的房子是半地穴，或者是地面连间的。然后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你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块白色的，这是什么呢？一个白灰块。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讲究我们的室内拼腻子了，对，拼腻子，我们室内装修已经开始出现了啊，大家已经开始追求我们的生活品质审美了，对，要审美和生活品质要有了。那看过它之后呢，咱们这边来，我们要了解推动我们中国历史进程的我们的城市手工业者。我们在郑州的商城的南部发现了铸铜作坊，北部发现了我们的制骨作坊，然后呢，西北部呢，我们发现了制陶。那我们最新的考古这个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内城也是有一套完整的铸铜的。那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对我们这个制铜来做一个了解。那张弛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青铜文明会在世界的文明之中，我们如此之璀璨？这个是应该是我们是最先发现的青铜。对，我们不是最先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的青铜文明之中容器最多，所以我们看鼎啊、簋啊这些东西最多。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跟我们最早的礼制有关系。礼制，我们老师讲礼制，其实我们迷人的老祖宗会玩泥巴，就是我们的陶器做得好。正是因为我们的陶器做得好，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有一位老师今天一来就跟我们讲说模范一模一样，对不对？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一组，我们郑州商城遗址博物院做的咱们的这一套这个铸铜的流程，我觉得它特别这个细致的一点是什么？我们最终呈现就是黄铜，青铜器的这个成品应该是黄金的颜色。那我们讲呢，咱们呢在我们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制陶工艺影响了我们今天的铸铜。我们讲到当时的商代时期的铸铜，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些陶做成什么？我们今天讲到的模和范。那么我们的外面的，咱们现在可以看到，首先我们先做一个模具。第一个就是用陶做的模具，它和咱们要做的这个成品是一模一样的。那做好了之后呢，我们在上面干嘛？要做范。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右手边这个发灰色的就是范。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范呢是把我们上面的纹饰要给它印下来，然后我们在范里面这个时候要干嘛？要贴一层泥片。这个泥片的作用就是你要做多厚的青铜器，你就贴多厚的泥片，然后呢再在里边做内芯儿。
好，把内芯去了，把泥片去掉，我们的内芯和我们的外范中间不就是这个青铜的厚度吗？是的。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不可能把咱们的这个泥芯如果放在范里，你会发现直接就触底了。对，那怎么办？我们要做新称。新称有泥的材质，也有青铜的。我们以铜作为举例，我们把铜的这个新称插在我们的这个外范和内芯的中间，是不是就有一个空间了？是的。这个时候你浇进去滚热的铜液，它会把这个铜芯直接就给它融化了，然后我们就可以铸造出来我们的这个青铜器。那么做好之后，我们脱范，然后呢，我们就会做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青铜。但是呢，这个时候的青铜器上面有毛边儿，然后不规整怎么办？我们就要拿上旁边的这个叫历史，然后进行打磨，然后修整，最后做成我们精美的青铜器。那我们请直播间的小朋友小伙伴们，不好意思啊，小伙伴们，大家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目前全中国发现的有没有两只一模一样的青铜器？应该没有吧？有吗？有没有那个就是姊妹鼎吗？那个姊妹鼎。然后呢，我们大家会觉得我们有时候会出土两只的青铜器，然后但是呢，其实我们要回归到刚才讲的一模一样，一个模具只能是一件器物，所以说我们不可能会有两件纹饰大小所有的内容都一模一样的青铜器的。对，那我们了解了我们的青铜铸造之后呢，我们下来看一下我们的陶器。刚才讲了青铜器呢都是我们贵族使用的，那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用的都是陶器。那么陶器呢，其实我们的制陶工艺呢，从我们早期所说到的这个手捏的，然后再到我们所说到的泥条盘铸的。那我们其实我们认为在商代时期我们比较看到多的就是泥条盘铸。我们首先和泥搓成泥条，最后盘铸成条，然后再修整器型，我们就做出来了我们的陶器。那这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我们的这个泥条盘铸先做器型。那我们如何做花纹呢？商代人现在聪明了，我们开始用陶拍了。所以你看陶模和陶拍我们可以干嘛？可以印上去，对，印上去，规模化，我们的规模化出现了。那了解到了我们的制陶之后，我们还有一些制骨，比如我们今天讲到说，我们吃了那么多的动物之后，那么这个动物的骨头，我们可以做一些骨器，对不对？还有装饰品，骨簪呀，我们的篦子呀，就是梳子之类的，我们都有了。那下面呢，我们了解了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之后，我们下面还要了解我们这个商代的都城，它对周边的控制能力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商都的一个地域控制。那我们请大家呢，我们移步到这张图里面来，我们大家呢看一下这个。对，我们有老师讲说批量生产，对的。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图呢，它就像我们展示了商代的疆域。那么我们说这是一个同心圆的形式。商代的政治结构是这样子的，正中间就是王畿。就是我们的王邑和这些商畿，就是它的这个核心区域。外面这个叫司土，什么臣服于它的这些诸侯和方国，就是司土。最外面叫司治，就再远一些的那些臣服的。但是呢，最稳定的是谁？正中间的王畿。对，王畿的这些官员叫内服官，就是这是他的政治管理机制，就是内服。内服就是由王亲自任命的。好，这些人负责核心区域，而司土的官员呢，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讲到的外服，通过我们的联姻，然后呢朝贡、军事联盟，然后呢出现了我们的这些诸侯。那这些人来讲，相对也是稳定的。而最外面是司治，司治其实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些人时叛时服。它非常的不稳定，但是它却向我们展示了商王朝它最远控制的范围在哪里。那了解了我们商代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划分之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王畿。我们王畿地区呢，也就是我们的洛阳盆地地区，我们会有我们的偃师商城。偃师商城呢，我们会看一下这个就是偃师商城的平面图。其实偃师商城和我们的郑州商城呢，它是同一时期的。那我们认为偃师商城是已知布局结构最清晰的我们的早商的城邑。我们认为它是仅次于王都，然后呢称它也可能它是什么？是府都。那我们也有我们今天讲到说，我们认为郑州是鳌都的话，那么我们就认为偃师商城是什么？是西亳。西亳所在。那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望京楼。望京楼呢，它是在咱们今天的新郑。
对，新郑来讲的话呢，它呢整个这个城的建制时间呢是从我们的二里头到二里岗时期，它里边呢有城院，它也有城院，还有我们的道路网，还有我们的这种大型的宫殿建筑。你会发现它好像也和我们的都城的形制有点接近，但是它是次于我们的都城的，对不对？然后呢，包括我们左手边看到的我们的东照啊，还有咱们的大石窟，这些其实都是和我们的王都呢，它有着紧密的一些联系。那么这是王畿之内的，那我们下面呢就要去看一下，我们除了王畿之外，我们的这些四土，我们的四方这些都有哪些呢？那我们在前面说到了我们的盘龙城，盘龙城来讲它很重要，为什么？铜料。它可以给我们提供铜料，所以来讲，我们在南方呢，我们看到的有我们的这个盘龙城。盘龙城里边除了有我们的青铜，就是我们可以制作青铜器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前面讲的原始瓷。我们的原始瓷，对，原始瓷呢也是当时人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贵族使用到的奢侈品。那我们在盘龙城找到了我们的原始瓷的烧造。然后其次呢，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晋南地区，晋南的东夏冯邑商城还有元曲商城。这两个商城呢，它守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的矿产资源，我们的中条山的铜矿，还有就是什么，我们的盐池，有盐，那么另外呢，守着我们的毛巾渡交通要塞。那下面呢，我们说到呢，就是来到了咱们的这个阜成商城，就是我们今天的河南豫北焦作，对，焦作这个区域。那么阜成商城它不是矿产资源，它是什么？它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我们的交通要道，我们的百姓和太行姓，这是它的所守的地方。那么我们讲，我们这样一路走下来，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商城下方的四方之域都是起到了一个什么军事控制能力。对，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我们的四方之域，我们认为它的功能是什么？我们的军事据点。军事据点，为了商王朝的军事扩张，然后以及控制我们的资源。那我们说商代呢，早商时代呢，到了后来重丁迁敖之后，我们这个都城基本上慢慢的就不再使用了。那一直到我们讲到了晚商的时候，我们的国都都于安阳，对吧？那么到了安阳之后呢，我们郑州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了什么？只是有一些高等级的商代的贵族在管理咱们郑州区域，但是没有大型的这种我们讲到说宫殿遗址了。慢慢的，再到后来我们看到咱们早期的那个城土这个城市的演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开始怎么样，就完全的衰落掉了。对。那么在这边来讲的话呢，我们其实后来还发现商代人呢，他们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聚族而居。然后我们会看到我们在郑州这边来讲，我们还会发现有什么？咱今天看到的我们的这个蛇族，这个蛇族啊，它和安阳我们的这个蛇族，它出现在这个青铜器上的铭文，大家会发现是不是非常的一致？很像，很像。那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晚商时代安阳和我们的早商故都郑州，其实虽然说啊，都城的已经北移了，但是我们的文化交流和控制能力还都是依然存在的。对，那我们呢了解了这个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郑州商代都城的未解之谜。那一直以来我们的文字资料不够完善，然后我们的考古还在进行，所以我们今天关于我们郑州商代都城呢，还有非常多的未解之谜。那比如我们说我们的王陵有没有？有，在哪儿呢？我们到现在还在致力于寻找我们的商代王陵。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文字，那有没有更多的甲骨文呢？或者是其他载体的这样的文字？那还有我们的这个窖藏坑，窖藏坑到底什么原因形成的？然后为什么会藏在这儿？有没有第四个窖藏坑呢？那还有我们讲到说我们的铸铜作坊，它主要是造兵器和工具。那我们大型的青铜器是在哪儿造出来的呢？那么第五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手工业作坊？我们的玉器呢？绿松石加工呢？这些都在哪儿呢？然后呢，还有我们说为什么咱们前面就说了，为什么内城当时到了晚期废弃了之后，那为什么城内没有人居住，城外只有少量的居住？原因是什么呢？那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未解之谜，还等着我们进行去这个寻找。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去1楼展厅，然后让我们白杨老师再给我们讲解一下一个商朝的一个文明的演变。然后今天我们来到是郑州的商城遗址博物馆，今天
给我们讲解的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尝试中国做客的白岩老师。如果喜欢我们白岩老师的话，可以给我们白岩老师多多的点点赞，然后把小赞呢尽量今天冲到10万，也是给我们白岩老师的一个鼓励。然后也可以点击我们的预约进行下一场的直播，是在5月7号的一场直播，可以多多的点击预约，等到我们直播间开播的话，然后会第一时间的提醒到您。我们一会儿到了楼下的话，我们会去看到咱们的这个，我们会去看到我们郑州，它在我们商之后，我们的一个城市演变。对，那我觉得特别的扣合我们的主题，生生不息。来，咱们这儿来。我们大家这边，我们现在就从2楼下到了1楼了。专题展厅，对，专题的展厅。然后我们这个展厅呢，我们迎面就会看到很多什么字儿呢？帛，对，都是帛字，各种帛字。大家会说，哎，这是印章吗？哎，留一个小秘密，我们猜一下它是什么？有没有知道的同学们可以打在公屏上，然后我们可以猜一下这些都是什么？我们猜一猜，它这个是写在什么上面的？对，是印章吗？看起来有点像，是不是？有点像，它方方正正的。方方正正的。对，好，来，我们请咱们大家，我们往里边来走。然后呢，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我们的战国时期。然后我们其实从我们这个展厅就会告诉大家，我们郑州商城从战国时代走过了我们的这个唐宋，再走过了我们的明清，然后呢，整个郑州的一个演变。那么这里边呢，有一样是我们可以说我们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另外的一个镇馆之宝。来，我们大家右手边来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东周的，不是我们在东周战国发现了我们郑州出土了很多什么的这种陶制的这种豆，然后这些豆的残存的这个豆盘或者是豆饼上面，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正中间这个就是一个帛字。哦，对，它是个帛。就其实我们如果有朋友您留心的话，您会发现我们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我们的这个馆徽，对，那个标志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这样写的一个帛字，对不对？对。那么这个帛字的出土也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什么？我们郑州是什么？是我们的帛都所在。那非常直观的一个文字证据。哎，那我们看过它之后呢，我想问一下张弛老师，就是你有没有坐咱们郑州的地铁听过凤凰台？哦，我听过。你听过对不对？对。然后有没有听过我们的海棠寺？这个没有，是不是？你回头可以到我们的南阳路那边，然后那个地方海棠寺，咱们也做成了文化街区，可以去喝个咖啡，哎，去转一转。为什么我问你这个呢？咱们来揭秘我们郑州的古八景。来，我们请咱们的摄像老师看一下我们墙壁之上的这个白色的这边。我们郑州呢，今天很多游客来我们这儿说，郑州好像就有黄河游览区，然后有我们的河南博物院，对不对？对。那现在我们可能要再增加一个了，我们的郑州商城这个商都遗址博物院，对不对？对。那但是呢，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唐宋时期，我们的郑州有什么？有古八景，那分别是海寺钟声、挂台仙境、汴河新柳、莆田春草、梅峰远眺，然后呢，龙岗雪霁、凤台荷香、古塔晴云。如果我们直播间里面有我们老郑州的朋友，我相信啊，你可能都听过什么海棠寺。哎，我们叫，其实我刚才给你讲海棠寺是不对的，叫海滩寺。海滩寺。对，郑州人呢，当时呢在读的时候读得比较快，我们叫什么？叫海棠寺。其实就是海滩寺。然后呢，还有八卦台，还有莆田。然后呢，凤凰台，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还都呢在叫的这样的一个古地名。那我们讲的说呢，这些就是在当时我们郑州人，哎，在唐宋时期、元明时期，我们想要去看一看这个郑州要春游，我们要去哪里？就要去这些地方了。那我这边呢也会给到大家做了一个，我们做了一个这个。郑州古八景对应了我们今天的郑州的一个市区的这样的一个
区域图，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的凤台荷香就是在今天的凤凰台，在我们的管城区。然后古塔晴云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管城区。然后莆田不用多讲，我们一直都在提我们的莆田。对。然后呢，龙岗雪霁是在我们今天的郑州城南。然后梅峰远眺也是在我们的27区的南部，大概是在咱们今天的18里河附近。然后呢，挂台仙境也在管城回族区。然后海寺钟声，就是我们刚才讲海滩寺是在我们的金水区，然后在黄河路那边。然后呢，我们的汴河新柳是在我们的惠济区。其实我们会发现，主要还是集中于我们郑州的老城区之内，对不对？那我们讲的说呢，如果大家有愿意来城市，我们的郑州城市之内进行一个 city walk 的话，可以去找一找，找一找我们这个。那我们下边呢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块非常重要的一块碑，为什么呢？又和我们今天2025年的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我们有关系。我们大家呢看一下我们这块碑，这是块残碑，有没有发现这个碑写了有字儿？这个字儿好像下面很确认，楼是楼，羊。哎，我们老师讲说是羊。那我们说呢，这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今天所讲到的西洋楼。西洋楼，对，我们呢在郑州商城的这个西南角，我们挖掘到了这块西洋楼的残碑，它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西洋楼在哪儿？就是在我们的郑州商城的西南角。那么西洋楼的发现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西洋楼在唐宋时代是很出名的，它和我们的这个黄鹤楼、滕王阁这些，我们是并称为我们的中国名楼的。那我们会看到李商隐还曾经在这儿题过诗，花明柳暗绕天愁，上进重楼更上楼，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那我们讲，其实能看出来啊，李商隐写这首诗的时候有点怎么样？悲，有点愁，伤感，对，有点愁。所以说呢，新阳有个李商隐公园挺好的，对，不大，对，5亩地，但是很好。对，李商隐是咱河南人，是的。所以说我们会看河南人在我们这儿写了这样一首，他可能是在感怀自己，因为其实他是在感怀朋友。但是也进行了我们讲到说一个感怀身世。算了，我们今天不是语文课，我们就不探讨作者的心思是什么了。好，那我们今天2025年的新发现，我们依然在西洋楼这个地方又有了新的考古发掘。那我们大家如果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其实感兴趣的话，第一个来我们的商都遗址博物院看一看，另外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提报的这个考古的新发现。我觉得这个今天真的是非常值得啊，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正好是在我们获得了202510大考古新发现之后，我们来做这个直播，很有意义。对，很有意义。好，那来我们大家呢，我们即将我们的直播就要进入尾声了。那我们这边过来之后看到的整个区域呢，是我们的遗址的一个保护和利用。然后来到这儿，我们请摄像老师给我们的这个管徽一个这个特写，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帛。帛是不是和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战国时代那个帛是很一致的，对吗？那请我们摄像老师给到我们的金的那个盾。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们在70年代我们郑州商城的一个样子。因为我是就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我小的时候看到的商城遗址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完全是这样，对，就完全这样子的哦。对，是个土堆。我们在内城院，我小的时候我们在内城院上面是真的可以上去的，踢个球啊，然后呢玩个滑滑梯啊什么的，就是真是土滑滑梯哈，不是我们讲的那个有滑滑梯设施的。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以前的郑州商城，它就是融入到了我们郑州市民的生活里边。我们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古迹，我们可能更多的就觉得。就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就是这么一个土堆，土堆上还长得有树，是我们市民休闲的一个去处。然后呢，我们现在呢，经过了我们的不同时段的一个治理和保护，然后我们现在呢，郑州的商城遗址呢，我们做了更新的一个保护。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讲说，你们这个商城遗址，然后呢，就有点这个恢复我们说呢现代化，对，有点现代化。但是我们大家要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不对它做保护，我们整个商城遗址会越来越这个斑驳。然后所以来讲，我们觉得说我们这边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觉得是一定是要进行一些保护和利用的。然后我们其实这个图给到一个这个细节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就是西洋楼遗址。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西南的墙角，这一块就是西洋楼。对，这个是西洋楼，它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富民里。富民里。所以说我们大家其实真的是可以围绕我们郑州的商城遗址走一走，
逛一逛。然后呢，那我们这边就准备出来了。好，我们今天直播，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让我们的白岩老师再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哎，白岩老师，刚刚咱们埋下的这个扣还没给大家说，这个到底是印章吗？我们现在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现在我想您已经知道答案了。对，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呢？有没有知道的？哦，我们的赞赞今天突破10万了，也是真的是给我们白岩老师的一个鼓励，也是认可。非常感谢我们大家。那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看到东周陶文，就是我们的帛，就是再一次向我们印证了我们的郑伯说，我们郑州就是3600年前的亳都。那我们也就知道大家肯定也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商都遗址博物院的斜对面，我们修建了我们的文化街区亳都新巷。对，那我们要不就在这儿以我们的帛来作为背景，然后给大家我们做最后的一个总结，好吗？好的。哎，好。我侧着哈，好，那我们讲的说呢，我今天作为一个郑州人，然后向大家来介绍我们的商都遗址博物院，我首先很骄傲，然后因为我会觉得把我的家乡，把我的家介绍给我们的所有的朋友，可能我们直播间里边有我们郑州人，然后呢有河南人，但是我希望更多的是我们的外省的一些游客朋友，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中原地区，来到我们的郑州这个商都，来了解一下我们商代都城的一个历史。然后呢，我们不单有河南博物院，我们也不只有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我们还有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而且我们这个博物院，我们这个商都遗址，大家要想一下，我们融合了2次全国考古10大新发现，它真的值得大家来走一走。那我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当您来到我们的商都遗址博物院的时候，您不单要看博物馆，出门右转，咱们有我们的商都遗址，对，然后呢看一看3600年前的城墙，然后呢出门左转，在假期的时候，我们的书院街考古现场是对外开放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手持我们的考古的手铲儿，您亲自去刨上1、2下，然后呢感受一下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他们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乐趣，对。那还有呢，我们大家如果觉得路对面，对我们没有那个考古遗址现场是在左手边对，是左边。那我们讲说，我们还有一种呢，就是当您都逛过了，想要休息一下，可以去路对面，对，路对面，我们的亳都新巷，喝个咖啡。我们正对面是我们的一个亳都新巷的一个皮耶咖啡，然后我们可以坐在那儿喝着咖啡，然后你眺望着我们的博物院，是一个很难说的一个很震撼的一个传承类的东西。对，就是我们讲我门口的这条道路叫东大街，我们再往前面走是西大街。对，我们可以看到站在我们的东西大街这个地方喝着咖啡，然后看着我们3600年前的城墙，就是我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展厅，我们有一个title 叫什么？生生不息。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扣回到我们的主题，巍巍亳都，生生不息。对，也很感谢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白岩老师，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我们的商都遗址博物院。然后如果喜欢我们河南卫视常识中国的，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直播的话，我们每周都会有不定时的直播。如果喜欢我们直播的话，可以点一下我们的预约，我们下一场预约是在5月7号。然后特别感谢我们今天白岩老师，我们的白岩老师王白岩老师也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常识中国，希望以后也多多在我们常识中国见面，好吧？好，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好，拜拜。看